怎样的困惑？请看大评论。我和他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公司搞活动，因为他家也是，东北的，我也是东北的，然后那个就是留了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就是后来一点一点的就认识了。在一起过后，我就问过他，我就说你喜欢整容的女生吗？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很肯定的话，就是他不喜欢。当时我那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当时我还只是打一个瘦脸针，我想这事不能让他知道吧。有一天就是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做鼻子的一个票据，我就是跟他大吵了一架。现在吧，他看了我就像看了一个怪物一样，反正是瞅也不愿意瞅，是一靠近你就感觉就像我像个病毒似的，就离我远远的那种。但是他现在又想摸骨、大蒜皮什么的，那眼睛能说拿刀剌就剌吗？那鼻子说电就电了，那一碰是不是就碰歪了呀？反正我是挺害怕的。反正最后他的意见反正就是他不喜欢整容的女生吧，然后我就说那行，那你可以重新找，我就整我的容，你就继续找你的不整容的，找你的自然美是吧？如果说他要是不再做这种整容了，我觉得还是想跟他和好在一起。你究竟是整容成瘾还是另有所图？这样的事儿怎么也会构成冲突和矛盾呢？这就是生活吧，大家一起来面对。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主人公王斌，24岁，来自吉林，职业是销售，学历大专，年收入5万。女主人公安妮，22岁，来自哈尔滨，是一名化妆师，大专学历，年收入3万。你别老盯着我看呢。这个鼻子吗？是垫过。看不出来，我不太懂。那要看出来就不用垫了都。啊，没什么矛盾啊，怎么了？有矛盾大。我看不出来，我看上面不挺好的吗？那只是在回忆以前的时候。啊，好，这个问一下小王哈，认识他的时候，小片里就说你就知道他垫鼻子是吧？当时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对，就是说他垫鼻子是在我们认识之后。那你认识他之前动过哪儿啊？认识他之前只是打瘦脸针而已。哦，打针。对，只是打瘦脸针，并没有说什么我要进行什么我要垫鼻这些，只是打瘦脸针。啊，两位怎么认识的呢？就是当时我们是那个做一场活动，因为我们公司就是经常有这种就是促销什么的。然后他呢给我们的一些促销员做化妆，他可能是不小心吧，把我们的那个电磁炉给碰坏了。然后那时候是我负责这个工作，他就是坚持说要赔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个小女孩嘛，也挺不容易的。要是男的就得赔是吧？那倒不是，我就是没让他赔。他说我要是不赔你的话，我心里头感觉挺过意不去了。然后那个我说你要赔的话，你就把电话留给我吧，我回来跟我们领导请示一下，到时候看看你赔我们多少钱。其实那会儿我就是感觉上就是对他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才把他电话要下来。一个电磁炉，搭进去一段情感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他认识你之后才垫的鼻子是吧？对。你知道吗？在今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也经常出差嘛，然后我俩那会儿住在一起，就有的时候我也发现他就是有点变化。我问他了，他就说是那个减肥减的，我也没太在意。打瘦脸针这事儿吧，我只是说没认他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打。当时我有问过他说你对整容这一方面会怎么想？他当时反应很激烈，就像他打那鸡血上要跳起来，就说我坚决不同意，说什么女生打瘦脸针怎么样，更别说整容了。我就喜欢自自然然的女生，爹妈给的，干嘛要去改变呢？本来就是嘛。那我一听了，所以说我就瞒着你，我没必要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那我这么给你一说，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我没法说。也很奇怪，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女生这样，为什么你偏要这样呢？因为我跟他认识之前，我已经开始打了。这种东西就像说像吸毒一样那种感觉，会上瘾的，你知道吗？整容上瘾。对，会上瘾，因为一次瘦下去之后，你会觉得立马让我变好看了。那我不可能说我变好看之后，我肯定觉得很好。那你就没考虑它会对你身体有什么副作用吗？我没觉得有什么副作用，我肯定是查清楚我才去整的，好不好？那电视上现在爆出的一些，那只是他们，不是我，你不要把他们怎么了？他们去的比你去的更高级，你以为你去的那是些什么好地方啊？
那我也没套点关系，给人花点小钱，人家就给你做了，你以为那很安全吗？那你看我现在不出了问题谁管你啊？我还不是没死。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不，小王，你要为他好，你好好跟他说嘛。我好好跟他说没有用，你看他现在。我不知道是谁有毛病，我觉得他心理扭曲，他骂我心理扭曲，我是谁心理扭曲？我整个人我觉得很正常，更别说我这个职业了。我接触那么多帅哥美女，我天天就羡慕人家这个长得好，那个长得好看。羡慕也有什么用啊？我想要啊。有用吗？我不需要你漂亮。小王，你怕什么呀？怕他这个因为整容受伤害是吧？伤害是一方面，他做这个整容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你是为了跟人家好啊，还是想找一个比我更好的，还是为了漂亮啊？他这种我不需要你漂亮啊，你漂亮有什么用啊？不是，你这话里是有话的，什么意思吧？就是你是为了跟人家好啊？是啊，那我没有说我要跟人家好，这个事儿我都不想跟你提，你知道吗？你自己做什么你自己清楚。不是你们俩说我做什么了呀？就有一次那个，因为我整容，第2次整容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整容医生，我会经常去问他，我说我这鼻子要怎么去康复啊？我说如果打完那个垫完鼻子之后，这边淤青了之后，我该怎么办？多久才能恢复？你看你刚才不说没有副作用吗？怎么鼻子又淤青了？那是打完之后肯定都会有淤青的，好不好？那不还是有副作用吗？行，这个不讨论了，让他们那个医学专家去讨论。你先说你这事儿。那个医生，我要跟他出去进行下一步探讨。我说我要想去准备磨一个骨，我说我要去怎么样进行这回事儿。然后他就玩跟踪，他以为他是 FBI 还是什么玩意儿，就跟着你屁股后面就这么窜。就他跟踪你是吧？对，然后呢，然后他上去要打那个医生。你怎么知道我跟踪你啊？对，那你出现在那是怎么回事？巧合是吧？我碰见不行啊。是你碰见了。你可没说他是整形医生。我能给你说吗？你是这么说的吗？他怎么说的？他当时告诉我是他在跟别人做活动，然后是一个客户送他，就是第一次嘛，我碰见的时候送他回家，然后我才发现的。什么叫第一次？就是在我们你到底碰见几次？好多次我也记不清了。刚才谁说打？我打他一巴掌。打了，他打我一个嘴巴。谁打谁？我打的。好奇怪啊！我以为是2个男人打起来了。不是。怎么是你打他的呢？因为他要上去打那个医生，我这人性格本来就比较火爆，东北人嘛，脾气都这样。我也是东北人，我怎么没打你啊？那你要打我还得了啊？那我打谁了？是谁打谁啊？谁让你打谁啊？反正你打我，你那就不行。那你打我就行。那谁让你要去打那个我朋友？你就因为小奥迪你就打我？人家小奥迪怎么了？小奥迪是谁啊？就那医生。就是接他那个。那为什么叫小奥迪呢？他神经病，他抽风跟人家叫小奥迪。为什么呀？就是经常开一个奥迪车接他嘛，我也不知道那人叫什么。你就给人起外号，小奥迪是吧？他要打小奥迪，你就打了他是吧？你当时他真想上去那么抓着人家，他的手都要像这样子。我也没打他呀。幸亏我打了你一巴掌，不然你那一巴掌打他了，你知道不？我打他就不行，你打我就行。你为了他打我是吗？反正你要打他，我就坚决不同意了。小王是不是担心这个女朋友整了容以后跑了呀？我担心的多了。你担心多了，你说说你的担心嘛，给专家听听嘛。第一，我觉得他做这个整容对自己也不好。你说他一旦出了什么事故，你说怎么办呢？而且你要出早出了，我跟你说，你不用老拿这个话来压我，我跟你说。第一说第二，而且我们就是说挣的钱也是有限的。他这个东西多少的话，他也是会花钱的。吃点喝点，这我倒不反对。买衣服也行，你化个妆也无所谓。但是你说你做这个东西，你既冒险，而且你还要给人家钱，你图什么呀？我图美。哪儿美呀？哪儿都美。我怎么没感觉出美？这是第二，第三呢？第三我就怕他变心，我觉得他经常跟那个男的在一起，我接受不了。就那小奥迪是吧？对。反正都达不成协议，你们就分手呗。并不是说什么就整容说就不代表没有感情了只是说你又这么吵来吵去，我觉得没意思啊。你这么怀疑我，我这么怀疑你，他老是怀疑我说跟那个小奥迪跑了。我跟你说，我整容我不是为了任何人整的，我只是想让自己，因为我是追求完美的人，你懂吗？他不能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他老是说你跟人家怎么样。但你这个行业的人多了，我也没见哪个都整容。人家整容跟你说啊。不跟我说丑的不也有事吗？丑的是他自己带的，我不想变那么丑，我就想美，怎么着？没有什么用啊。美了我看着舒服，我一天照100遍我乐意。你们俩认识到好多久了？就现在？快2年了。我看你们也危险了。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专家怎么看。来，真心丘比特问卷。我问男方，如果让小刘现在这个状态，
让她变美，不是整容医生来做的，是哈利波特拿魔法棒，保证100%安全没危险，安全，啪一点变了，鼻子稍微高一点，脸稍微瘦一点，你愿意吗？我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挺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变呢？而且他变了之后，不一定是我喜欢的那个人。我就是不接受这种人造美女，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且，那谁说不能改了？那这东西还整出来干嘛呀？都你这种思想，那没前途了都。我理解，可能啊，很多，尤其可能这个北方男人、东北男人，喜欢什么事儿直来直去，对吧？对。你要是人造的，就觉得心里有一个疙瘩，对，可能始终过不去。不是人造，他现在看我就像看怪物。你要知道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你们对这事实的解释。比如说，他只是对你这个整容有意见，但你把它解释成他的眼神看你是像怪物。但是他又不跟你说，你说有什么好？所以两口子为什么矛盾升级呢？就是因为出现一点小矛盾，哎，我解释成一个更高级别的矛盾，然后我的反应出来以后，对方又解释成更高级别的矛盾，然后逐渐升级。对，以前的就过去了。然后如果他能，以后不再这种，就是说。不可能，我跟你说，你别想了。你瞅你这态度，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说。就是以后呢，他不这样疯狂的整容了，我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的。因为风姿更美，这是肯定的，都要把自己塑造成更漂亮、更美。但是我还是要劝你，整容这些东西，比如说，可能是在你身上可能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这几率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将来会有，或者你随你年龄大以后，40多岁、50多岁，会不会有这种就副作用。但是有很多人就打了瘦脸针以后，因为咱们能看得见，打了以后就很多就皮肤都僵硬了。就是就没有表情了，跟那个斯坦龙那种感觉，就是笑是笑，但是整个人的肌肉，很多演员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男朋友的担心是对的，其实你应该听听他说的这些话。他为什么这么担心你？因为他很爱你，他怕你受伤害。但是他方式用的不对，我就无法接受，我就受不了人家跟我大呼小叫。东北男人就是这样大胆自主义，就跟那疯狗一样在那乱咬。他不会像那个。哎呀，本来就是。你说有什么话你好好说。你说完先，你先想想你自己行吗？我怎么了我？这么长时间我动过你一个手指头吗？但问题是你有调查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就上去想抡你的拳头就揍人家。我揍人家了吗？那不是差一点吗？什么叫差一点啊？差一点不是还是没打吗？那要打了就晚了，我跟你说。那我拿把刀杀了，跟你说对不起行吗？那打我就行。那不打你打谁啊？说明他跟你亲近嘛。因为他跟你近，打一巴掌没关系。不小气，一天到晚就念叨这件事情，就认为我跟那个什么小奥迪要跑了就，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神神叨叨的，跟个疯子似的。我在看你们俩吵架的时候，我在想你们俩亲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们现在还亲热吗？我好奇的问一句。不亲，亲不起来了就。从我知道他垫鼻子之后，我都不敢碰他鼻子，我怕给他碰歪了。其实我认为这整容这个东西啊，应该是只可雪中送炭，不能锦上添花的，因为它没完没了嘛。如果说女嘉宾也需要整容的话，那我想很多人该死了，要跳楼了。但我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那好，你整容，我问你整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认为你怎样才能达到完美呢？是个完美是没有定。您现在对是没有止境的，您现在是整脸呢，还有胸呢，还有屁股呢，都得整啊。那也许我哪天发疯，我还真会整，我跟你说。是，所以说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这是说不准的。对，人的精力、这个经济都承受得了吗？会花钱的人才会去赚钱。我既然想整那么多东西，那我肯定会去想赚钱。对，没错。那我想。可能你如果致力于去寻找自己的美的话，可能你这辈子要穷尽大部分的力量和时间去追求美，对不对？其实我认为他们之间重大的问题不在于整容这个问题的，而是交友方式和自我的这种认同上。我觉得是两个人的观念不一样，还有对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观念不一样都没有关系，观念都不一样都没关系，可以互补的。关键是沟通方式的问题，每个人都非常的自我。其实他越反对你整容，你就越想去整。对，他越不让我干，我就越想干。人都是这样的。都说东北大老爷们儿，其实从王斌的身上并没有看到东北大老爷们的那种很干脆的感觉，老是一张嘴一直在那说。你现在到这儿来，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干什么？我目的是不让他整容。对呀，结果呢？他吃你这套吗？有点智慧行不行？王斌，你要真想说服他，去跟他沟通。现在网络很发达，你查查这些资料，拿一些数据，你跟他聊一聊。我跟他聊过好多次，但是每次我都聊不过他。不要去逼他不整，
你去把他的注意力这个引到别的地方去，你就天天盯着这个事儿，那他就天天想着整容。咱是非要整吗？我觉得事情已经迈出来了，已经说相当于是一座门，我已经走到中间了。我知道，咱是非要整吗？现在2条路嘛，一条路是失去他整容嘛。当然你也不在乎他哈，他根本就不在乎。谁说我不在乎了？啊？还是在乎。在乎哈，那就。在乎归在乎，但是他是不能，就是说不能包容你，就是说对于整容这个问题，他不能去包容你了。你包容还会到现在跟我在那闹成这样？你承认手术是有风险的，对吧？有是肯定有。好，如果手术失败了，这个风险是你自己承担，还是你跟他一起承担？他不可能跟我承担的。肯定是我跟他承担的。还有别人吗？谁跟你承担啊？谁管你啊？就通过这么一件小事儿，你就跟我闹成这样？这是小事吗？如果我哪天真的咯噔2腿一蹬我就没了，你还不是拍手欢迎，还放炮去吧你就？换一个方式，我听听你们朋友都是一些什么意见啊？来，踏浪旁观者清。大家好，我是安妮的同学，也是她的闺蜜。我觉得我对这件事儿的看法是，王斌，你不要太计较她做整容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爱情是伟大的，你要是爱她，你就包容她一些。她就是那种大大咧咧、比较直爽的女孩子。直爽不代表不坦诚。你能听他把话说完吗？他不坦诚，他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当时你接受不了他整容，因为你自己都说你不喜欢人造美女，那你让他怎么办？他那时候已经喜欢你，你让他怎么选择？他之前做过就做过了，现在他还要但是你觉得作为一个造型师，他既然做造型师，他一定会在乎他自己的外表。造型师怎么了？造型师长得丑的、难看的一样有的是。那你觉得那些出名的哪个长得丑啊？你觉得丑的能登大雅之堂吗？你就是为了出名是吗？至少有一点事实是，不管怎么样有名的整容师，他自己从来不整。但问题是有一点，你敢相信他不整吗？整不整人家不会给你说。如果你要质疑一切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在我自己角色，我清楚我要做些什么。你什么角色啊？你管我什么角色？你角色就是整容。不，整的你别吵了，连你妈都不认识你。哪不认识？我妈看到我还说我漂亮了呢，怎么着？王斌，她既然是你的女朋友，你就不要在这么多人的场合下去跟她吵。我觉得你应该大度一些。我再怎么大度，我不也得有个度吗？要不你拿个钉子还是锤子，让他把我的鼻子拆了算了，免得人家看了我就烦。我没说要把你的鼻子拆了，我说的是以后你不要再整容了。那不可能，我跟你说。怎么不可能啊？你说，如果你要是想去找她做造型或者化妆怎么样？你觉得她不漂亮，她怎么能把你打扮漂亮或者打扮帅？你要考虑这些问题。啊？是你闺蜜吗？对。如果她的整形手术失败了，你陪她一辈子吗？我这个陪是陪伴她、安慰她、安抚她一辈子吗？我觉得我会。你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就支持她去整吗？去削骨吗？我并不是说特别支持，我只是告诉她有风险。我觉得这是她的人生，她需要自己选择。对啊，那你刚才这话为什么不能这么跟她说呢？你非要整容，她就不同意你整容，总得有人做让步吧？是你让步还是她让步啊？就是问题就是协商不下来。好啊，我现在就问你啊，你是希望她让步对不对？对吗？我希望她理解一下。现在我如果说小刘你不应该去整形，你可以骂你有病的一个主持人一脚踹走都没关系，我不跟你在一起生活。现在是跟你在一起生活，你割舍不掉的一个男人是这个男人，他在意说你不要去整容了，这个没有说你对还是他对，没有对错，只是说大家能不能宽容对方，还是非要把对方逼到一个墙角里去，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那你觉得是谁逼谁啊？互相逼啊。是我逼他吗？互相逼啊。那谁都不肯让步啊，现在就是。对呀，那怎么办呢？我也不懂啊，我要懂我还来干嘛？你听吗？大家跟你说话你听吗？那为什么就没人站在我的角度，一定就说啊，整容是有风险的，你就不能去整？那有没有人站在说你去整没事？你并不说你一整了就一定会死。任何选择题 A 和 B 之间，如果没有理解和包容的话，都难选，选哪个都会伤害对方。那为什么有的选择题最后能够选得出来呢？那还是彼此间不要说退一步，就是你所说的，你要他站在你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对不对？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考虑一下整容对你是多么的重要，来理解一下你作为一个职场，作为一个化妆师，你为什么要整？但是你又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过吗？
你们俩都针锋相对，没有一个愿意退后那么一点点。不，男方已经有一点退步了，对吧？可以接受瘦脸针，可以接受你已经整过的东西，他已经退，他已经让步了。男方的这个立场上是退了一些，但是嘴上依然是那种态度。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心里很别扭嘛，他愿意。他们就是为了用逆反的心理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啊，你越这么搞，我就要反着来。这份感情相对于你整容之后所获得的美而言，哪份更重要呢？自己考虑吧。能退让，其实就很好解决。都不愿意为彼此付出，事情就会很难。想清楚之后，下面就把大家的底线摊牌摊出来。来，我们一起黄金60秒。我觉得咱们俩在一起，其实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快乐的，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人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连个心理的依靠都没有。自从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比以前要更加精彩了。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然后之后我还是希望你放弃你整容的想法。如果你放弃了，我还会接受你。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像以前一样一直在一起。虽然说2年的感情不是很长，但起码也经历过一些风雨。你回忆起以前，谁都会心酸。我跟你说，分开这1个月，我没有说过说不是不让步，只是我觉得每次一提到这个整容的事，你就和我这么吵，我觉得没意义。如果我能做最大的让步，就是说我想把我接下来想干的事干完。如果你不能干的话，那你就去找你的自然美，我就去整我的容。你让我在和整容和你之间选择一个，我无法选择，真的选择不出来，很难为人，你知道吗？这一份感情，你不是说拆就拆掉了，真的拆不掉。好了，谢谢2位。双方都摊了牌了，男方的底牌是不能再继续这样整容下去，女方的底牌是说，请允许我再做完这2个手术。有了底线，其实就很好办了。来，2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好像我们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所谓的整形事件上面，其实在整形事件的背后，却藏着更多的一些情感因素和情感的不稳定。这段感情到底应该怎么去衡量呢？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是觉得他们可以继续呢，还是濒临分手？来，请选择。34.48%的现场观众觉得他们还可以在一起，更多的观众觉得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来，5、4、3、2、1，请开门。你出来是接受了他提出的削骨和双眼皮是吗？我可以接受一部分吧。我觉得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那你接受他这2个条件吗？可以。可以。那他为什么要走呢？我挺遗憾，其实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因为整形这点事儿，闹得你们将近2年的感情要分开。来，希望你能找到幸福。谢谢。谢谢啊，来，请回。谢谢。